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赵少康战情室。我们向特别来宾戴伟山议员、尹乃菁小姐、柯志恩委员、马文君委员、唐湘龙先生。好，白宫幕僚长 Wells， 他去这个浮华世界哦，这个蛮有名的杂志哦，常常看，说访问他了11次，你常看哈，访问他了11次，然后呢做了一篇采访稿，然后说川普有酒鬼性格，川普不喝酒，但是有酒鬼性格。什么叫酒鬼性格？就是喝完酒以后就夸大，又发酒疯啊，讲话很大啊，什么都无所谓啊，怎么都来了。我常常观察那个喝醉酒的有几种，一种你不讲话，躺桌上睡觉，这酒品最好；一种开始哇讲什么话都讲了；一种他会打人啊，会闹事啊，那个最差啊。那说川普的酒鬼个性呢，就是会讲话很大声啊，很吹牛哦，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怕，什么都可以做哦。而且川普呢会这个有复仇的个性哦，得罪他以后呢，一定报复你哦。那所以呢，副总统范斯是一个阴谋论者，马斯克呢用药哦，行为也古怪，每一个人好像都给他骂了啊、哦。那他说这个马斯克是公开的叫什么氯胺酮的使用者，反正一种毒品啊。哦，那另外呢，这个所以他的讲话震动华盛顿，震动全世界，今天全世界讨论哦。所以呢，这个他说川普第二期的权力运作呢，第一个，川普的复仇行动比预期还长；第二，他的关税政策比预期痛苦。就是白宫里面有不同的意见，其实是很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要加关税，有人应该不要了哈。他说呢，他建议说应该大家意见摆平以后再推出来，就他没有川普很急，立刻推出来，这里面就有问题了啊。所以呢，白宫幕僚长当然很清楚白宫的权力运作，等于是川普说他是等于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女人呐、而且白宫从来没用过女人当幕僚，她是第一个。我当立委的时候，我刚立委的第一年到美国去游说，就安排跟白宫幕僚长谈那个会谈。那个时候白宫幕僚长叫做 Baker， 德州选区的参议员叫 Senator Baker 啊，所以我讲过美国多重视参议员，我们觉得白宫幕僚长很大，对不对？去他们跟我讲说 Senator Baker 马上出来跟你见面，我说他不是幕僚长吗？总统府秘书长为什么叫 Senator？ 他说他 Senator 选出来，我们有选出来最大，所以虽然当了白宫幕僚长，还叫他 Senator Baker。好，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有酒鬼型人格，副总统范斯10年来一直是阴谋论者，前川普资深顾问马斯克则是个彻头彻尾的怪咖，行为不总是理性。这是白宫幕僚长威尔斯在《浮华世界》杂志的专访，对川普核心决策圈坦率而尖锐的评论让人震惊。Do you know Susie Trump?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Susie Wild, Susie Trump. She's the great chief of staff. 现年68岁的威尔斯是史上第一位女性白宫幕僚长，她成功操盘让川普重返白宫，是川普2.0最重要的幕僚之一。但她行事低调，在椭圆形办公室总是选择坐在镜头看不到的位置。威尔斯成长于父亲酗酒的家庭，也正因为这样，他能在不喝酒的川普身上看到相似特质。那心态就是没有什么是办不到的事，而川普则是每天醒来都想着报复，只要有机会就会出手。包括他说克林顿曾经去爱普斯坦的私人岛屿也是谎话。Took the chief of staff's words wildly out of context, did not include the context those conversations were had within. Susie and I have joked in private and in public about that for a long time. Susie is a person I've come to know very, very well. The president is exactly in private who he is in public. 威尔斯罕见的对浮华世界老实说，而受访的还有范斯、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报道曝光后被形容为假新闻，威尔斯也试图降温，表示这篇专访是用恶意包装的抹黑文章，但是无法阻止他们继续让美国再次伟大。好，那么川普被这样讲后，他也替他这个威尔斯辩护，他说他力挺他，而且他说他说的没错。我就是具备酒鬼人格，这不简单哦。一般老板遇到这种事很气的，你讲些什么？
挺他，而且你给我这个断章取义哦，真的不简单哈。所以呢，而且不只是川普支持他，每一个被骂的人都出来支持他，说他很好，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是很努力的人，他讲的真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这个浮华世界啊，基本上在美国算是非常受到重视，而且很受欢迎，因为它对于很多人物的侧面的一个专访啊，其实还是有它的公信力。所以我们就要看看这篇报道，它背后犯罪一定要有动机嘛。那他接受专访，然后这个东西出来，虽然他有特别提到这个威尔斯有特别提到有一些的扭曲，但是川普出来其实也没有太否定他里面所讲的很多的一个字句。那我们就看看嘛，那他的背后动机在是什么？那很多人就有很多不同的揣测，像他今天特别提到的那个 Elon Musk， 就是那个马斯克，但马斯克的确是啊，你看马斯克的确是像目前跟川普不是太好。你看透过他的嘴，他来告诉 USAID， 你看当初就是马斯克把他给停止下来，还有很多没有具有人群的一些的争议，包括行政的效率，也是因为都是听马斯克。好了，大家有没有开始发现呢？很多时候你说他讲的这个老板是这个所谓的酒鬼型的人格特质，但是他字字句句里面都是在帮老板所做的一些，不管是正确或是错误的，做了很多不一样的方法，把马斯克也放进来了，还有包括范斯跟这个 Rubio， 他们两个彼此之间也出现在他的这个专访当中。那这两个本来大家都认为是在对于下一次的这个继任者，还有他们两个很多的政策上面是有一些的冲突。那这些冲突，川普有没有办法？手边手肉都是他的肉，那他是不是可以透过这个幕僚长来特别又提出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些的争议？那所以说你会发现说，当他有幕后的动机的时候，其实即使讲了川普一些很实际的话，但是字字句句都还是帮他老板在做一些的开脱，所以你不能把它当作是好像是咸鱼，像范斯刚刚所说的，好像是一个彼此之间对话或等等之类，他一定有他的目的的存在。那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还包括你看他所提到的每一个的政策，包括关税的问题，包括他说本来是在90天当中，川普可能就会停止对于他的一些政敌采取报复的动作，但是并没有。所以说你可以说，我们这位幕僚长里面，因为她是一个女性，她里面所透露出来的又带动出她过去她所生在一个酗酒的家庭当中，所以呢，她即使说到的川普是具有这样的一个特性，但是她所要凸显的是，她是没有什么事情她做不到的，有没有？所以说呢，用这样的一个对话，然后来凸显他老板在一个个性上面的一个强势，在个性上面是不可放弃的，在个性上面或许大家所认知上面的他是有点做意夸大，但是他对于很多事情的掌握，对于自信的一个部分里面，他还是从容表露无遗。所以我个人认为是借由他的口，然后来对川普做了一系列的上面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包装，然后他又具有非常多人性当中一个非常直接性的，但是对于马斯克的这个部分，不就是过去川普讲不出来的吗？心理学博士请教你，什么叫做酒鬼性格？我不觉得我们心理上面，你有说有 borderline， 有这个边缘型人格，那边缘型人格分为很多，但是我没有说过我们有个 alcoholic personality， 它应该是就是说，就像你刚刚可以分析说有酒鬼有很多不同的品相什么什么，可是并没有。当我们要界定一个 term 的时候，它一定有很多的界定上面的行为的特征。酒鬼性的特质，当你被分为5大类里面等等之类的，只是对一个行为的表述，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会造成这个部分，所以它不是在我们专有的 term 里面。一进到学术就惨了，对。好吧，我们回到实际。川普说：“我现在不喝酒，我戒酒。”他就原来是喝的，为什么他戒了？因为他的哥哥1981年42岁就因为酒精引起心脏病发作逝世，所以不要喝酒，少量可以，绝对不要酗酒，就不要多喝酒，对身体也不好。好，那么所以每一个人都挺他，而且说没有人比他更伟大，没有人比他更忠诚的顾问，包括川普、范斯。我就是阴谋论者，邦迪也是说是一个不要分化我们哦，甚至呢，白宫的新闻秘书都说呢，他帮川普很大的忙哦。但是路透社的民调，川普支持率跌到39%，尤其经济表现不获认同。大家都知道，美国现在一般人生活多苦啊，之昂贵啊。我现在听说一个鸡肉沙拉30块美金啊，涨价小费都涨啊哈。当然了。整体房地产也许没涨，除了西岸的整体物价，看你看什么了。可能总体来讲数字还好，但是对跟人民生活最有关系的涨价哦。所以川普马上要发表全国演说了，要干嘛呢？因为马上要期中选举，明年了，所以可能这个到底景气能不能好？然后呢，这个未来的政策怎样？它的成果怎样？对于这个物价怎样？可能川普马上要发表一个演讲哈。
那川普说要发表这个年末全国谈话，最好的还在后头。外界预期他一方面吹捧他的经济利多，一方面可能也会释出一些利多啊。川普上任1年签了221项行政命令，拜登4年都没签这么多啊。香龙，主持人刚刚提到贝克，当然比较年轻人大家不知道贝克是谁。贝克是美国2战之后的传奇幕僚长，就像是基辛格一样，是个传奇的国务卿。那威尔斯是贝克的弟子，他是从贝克身边起家的人。换句话说，在今天的美国的政坛上面，特别在作为一个忠诚的共和党体系，这个叫威尔斯的白宫幕僚长，他是很道地的共和党。虽然他讲完话之后，他自己大概也觉得这件事情搞得有点大，所以他开始也对福华世界的报道的方式有些质疑。那川普也定调了，几个被点名到的，除了马斯克以外，其他的基本上面也都没有对他进行反击，除了马斯克。因为马斯克牵涉到毒品的部分，那个呢很难解释。好，但是这个叫威尔斯的白宫幕僚长，因为他是建制派，因此他一定会引起内部的纷扰。作为建制派跟 MAGA 呢是有距离感的。他的过去的经历，从贝克以降，他一直都是在整个共和党体系里面的辅选任务。他的第一次的重要的辅选呢，是在小布希任内的时候呢，之后呢帮奎尔是一个失败的副总统，选总统也失败。他最早的就是说呢打大选是帮奎尔选举，然后他认为人生最大的挫败是2020年的时候，川普1.0要竞选连任失败。但是之后，川普对他信任度很高，因为这位女士，大家知道说她之所以会用所谓的酒鬼型的人格，因为她爸爸是嘛。那但是所谓的酒鬼型的人格，就是你知道，大部分人形容就是你喝了酒之后，人要不然就是借酒装疯，要不然就借酒壮胆，要不然就是酒后乱性。总而言之，酒后的人呢，跟原来人就不同一个人。那因此呢，川普呢始终表现出那种呢，什么都敢，这个世界都归我管。他在里面的描述就是说，川普是认为他想要做的事情呢，没有做不成的。那个是一个典型的，就是说人喝了酒之后呢，借酒壮胆是有可能的。好，但是因为毕竟他里面的陈述的，除了这些现在呢，川普身边的核心的人的性格，这些里面描述我倒觉得还好，都还是中性。可他谈到政策。他谈到政策的部分呢，那个呢就可能会有问题。他谈到对关税的质疑，他甚至谈到了就是说呢，关税就是川普的一些呢对国际政治的处理的方式，这个就会有问题。那再加上川普现在是民调39的时候，是在空前低点的时候，他会引发就是外界呢会质疑你这个呢作为 Politico 呢是美国现在呢最红的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 说，这个呢看起来呢很冷静的、很理性的、很低调的 Wells， 他呢可以说是历年来呢令人最畏惧的操盘手。因此，他帮川普操盘的时候呢，那种冷静、干脆、利落，选完了之后呢，始终不愿站到第一线。即使当了白宫幕僚长，他几乎呢都不露脸。可是，在这个时候却露脸，而且接受了这么漫长，这跟他的风格是非常差异。你想，在过去从贝克之后到现在40年的时间呐。贝克是上个世纪呢80年代的人物啊，但40年的时间，你几乎不会看到他接受媒体的访问，可这个时候出来了，所以他一定会引起了很多的反应。那这个时候，因为政策，尤其在关税的问题，他在他的报道当中呢，除非你去告福华世界，像是川普呢去告 BBC， 我告你100亿，好吧？那大家会说，好吧？那 BBC 可能就要出来解释什么？可是福华世界这种的访谈一定从头到尾录音的。录音呢摊开了之后呢，接下去呢要辩证的呢还很多。总而言之，他会使得对手有了非常多的材料可以去攻击，甚至呢里面呢还提到了爱泼斯坦的档案，这个呢太敏感了。爱泼斯坦档案呢，他显然呢他在字里行间的时候呢，是对于呢司法部呢把爱泼斯坦档案整理出来的内容。他的从那个福华世界的报道内容来看，他是质疑明明有更好的料，你为什么没有拿出来？所以呢，它会引发的就是大家对于呢，大家最好奇的川普政府的内幕，会开始呢增加了更多的好奇心。
我觉得经过这个事件之后呢，川普内部的裂缝是一定有的。川普想要弥合这个裂缝，是因为他接下去马上呢就要发表全国性的演说了。全国性的演说之前呢，出这条新闻，对他的全国性演说太不利了，所以他一定呢要采取一些呢弥合的态度。可是明年的期中选举，尤其呢之前呢4个选举，共和党全输啊。这个时候会不会引发跳船潮，以及对明年选举更悲观的预测？这个呢，可能是川普真正担心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美国现在促乌克兰停战，而且美国跟乌克兰在谈，这俄罗斯不在里面，这很奇怪啊。当年巴黎合约，南越、北越、美国还至少3方在巴黎谈，当然谈完以后，南越就完蛋了。但是现在是美国跟乌克兰谈，俄罗斯在后面看，哎，你看看你们谈的好不好？哦，那美国说乌克兰赶快签，圣诞前就签，我给你类北约的安保。就是说我到时候会保护你，我不派兵，我给你武器，我会保护你，哦，那这个但是有期限哦，我是有耐心的哦，我耐心是有限的哦，到时候如果时间你还不同意哦，以后就不管你了，你自生自灭，自己去死算了啊，哦。那所以呢，这个只有现在接受算，晚了就不要了，哇，就给你期限，所以泽连斯基的压力很大，泽连斯基其实已经让步了，哦，你看他昨天已经讲了。他说领土可以谈，领土问题可以谈，而且我不加入北约了，我不加入北约了，哦，那问题不加入北约，当时就为了加入北约才打嘛，不加入北约消掉了一部分的原因，但是领土俄罗斯打了这么久，打了快4年，明年2月，那占领的部分要怎样呢？哦，那所以呢，这个美国说赶快点头，但是领土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啦，哦，因为到底什么样领土是怎样，是就地。那就算了，那主权属于谁的？割不割给你管，但是主权还是我的，还是通通主权都割掉了，这东西很复杂的。俄罗斯说，我已经占领的土地，我不会妥协的，我占的就是我的。哦，那北约要驻军在乌克兰维护它的安全，我也不同意。哦，但是我注意的是欧洲长远的和平，他也讲和平，每个人都讲和平哦，在那边打啊，而且呢，乌克兰说圣诞节大家停个火嘛，尤其不要再打电厂了。我们现在暖气都没有了，俄罗斯说不行，先达成协议。哦，你现在让你圣诞节喘息，你再继续攻打，可以这样子吗？所以不能让你喘息，要打就打到底哦。那乌克兰说他有一个水下无人机把这个俄军的黑洞潜舰打伤了，说那个港口听到很大的一声。如果真正的靠一个水下无人机就把潜舰打伤，这才叫做不对称战争。这才不能说，我一个无人机几个钱了，你潜舰多贵啊！哦，但是呢，俄罗斯否认说哪有没有受伤哦，到底有没有？现在不知道，他们各说各话嘛。哦，好，我们看一下。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一艘艘俄军舰艇被乌克兰绿色框框锁定，但乌军真正的目标其实在海底。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5号公布奇袭影片，表示成功用最新研发的水下无人载具海底宝贝摧毁俄罗斯一艘基洛级华沙之歌型潜舰。究竟这场战争如何落幕？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连续2天在德国与川普女婿库许纳和特使魏科夫展开长达8小时的会谈，这次总算达成一点进展。Тому важливо, що Сполучені Штати Америки сприймають Article 5-like, плюс відповідні 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Ми просто зараз працюємо, щоб все це було виписано. І у нас там є прогрес. Я бачив військові деталі від військових. 就是西方承诺提供乌克兰类似北约第5条的安全保障，以避免战争重演。不过在领土问题上，双方还是有分歧。乌克兰拒绝割让顿内刺客剩下的领土。Thorniest issues on the table is, of course, that of territories, whether or not the Ukrainians are going to be willing to cede territory to the Russians, and whether or not they do so officially, or whether they simply say that right now they don't have the strength to gain those territories back. That's something where the U.S. side says the Russians and the Ukrainians are going to have to come to some sort of agreement at some point in time, but certainly that's been identified as a really big problem that remains. And of course, 来，文君伟，
我们看到乌克兰的这个水下无人艇去打这个潜舰，还有这个太检的冲突，其实我们其实大家看到好像觉得说它的战术好像是成功了，可是我们另外看到的是它的时机点。第一个，像乌克兰去打击的这个部分哈，它的这一击是什么时候？因为它的政治时机是比较特别，是在川普一直在促进他们这样子，他说乌克兰已经没有筹码了。然后你美欧正在和平谈判的这个过程当中，可是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攻击。那乌克兰在这样的一个传达一个讯息，就是我不是都只能被谈判，我甚至可以再让战事再升级。那我们再看这个太检的这个冲突，川普介入调停，他没有调停成功，其实冲突反而扩大了。那这样子我们一直觉得好像川普他掌握了一个时机，就是说这些他调停的本身他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他在调停的过程当中，他好像就不是真的要解决问题。他在川普的这个方式跟手段，感觉上他就是先止血，然后再放开。然后再找适当的时机再去介入，这对美国来说，它可能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不过，这对当事国来说，真的是一个灾难，因为大家看到的是，就是说我们担心的，台湾现在也是，我们应该要担心的不是美国到底要不要管，而是我们却被卷入在台海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是这种可控的这种消耗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模式。台湾反而在这一部分不断的，只要看到别人做了什么事，我们大概都是想要花钱，然后就要编国防预算。像现在推出来的1.25兆的这样的这个特别预算，这个非常高，它在里面其实包含了就是无人艇的这个采购，它甚至高达1500艘。1500艘是国防部哦，那还有海巡的部分，其实加起来非常多。可是刚刚赵大哥有提到，其实乌克兰这个是不对称作战，它是用很便宜的，其实他们的造价甚至可能大概500万左右，它甚至更低。它现在一直在研发更便宜的这样的无人艇，可是我们的造价有可能要高达5000万。那你如果要到1500艘，那要花多少钱？这已经不是不对称作战，再加上我们是不是都那么适合？因为我们看到它开出来的规格，我们的无人艇，因为黑海是内海，那台湾海峡它本身在台湾海峡的部分是涌浪，可是在太平洋这一端它是长浪，所以我们现在开出来的无人艇的规格，它要对抗的是它有一个什么？匍匐式风力4级浪，匍匐式跟我们一般理解的这种我们的潜艇，就要我们海军面对的那个几级的这个风力，它是风浪，它主要是浪。可是我们现在采购的这个是微风，就和风。那如果在陆地上，它就是树枝会摇动，纸片会飞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浪，这么微风啊？这个对。我们的规格开出来是这样，大家看起来是什么匍匐式风力4级，以为跟我们说的5级、6级其实是差不多，不是。你如果去查一下它的资料，所以我们定这么浅的规格，可以花这么多的钱去做这样子的，想要去做这样的采购，然后不断的去骂在野党说，你们这样是在挡了国防预算。我觉得这个都在没有让我们所有的国人或者国防部其实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需求的是什么。那所以就这些我们在看整个国际事件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我们台湾其实应该要看到真正的风险。如果说当我们被当成这样子的操控的时候，其实那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我们可以维持怎么样的稳定状态，可能才是我们的一个方向跟目标。好吧，泰国泰总理说没有达成协议还继续打然后呢，美国跟东协都劝他们。但是呢，泰国说柬埔寨打我们呢，所以我干嘛停？所以泰国说呢，我海陆全面反击然后呢，泰国用 F-16投炸弹去打柬埔寨，已经打了2个礼拜了那柬埔寨说泰国呢深入境内90公里，还在那边开火炮这个没有停火，所以现在我看一下打了泰国跟柬埔寨打得一塌糊涂。本来柬埔寨总理还说川普应该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下我看也完了。
哦，所以呢，现在看是全世界遍地烽火哦。那川普离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可能越来越远了。休息一下再回来。